夫君为我殉情而死。可转生台上，我却趁他跳进人道时，迅速改头畜生道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我都投生成猫了，还能落他手里。这一世，他是修仙的，我是他的猫。人前高冷的他，没事就抱着我叨叨。喵喵，我媳妇是个没心肝的。为了满足他，我每日鹿茸人参，哪一碗不是整整叫足7次水？他还是气了我，难道他想一碗9次？喵，你种猪转世啊！不过我心头有点闷，他这一世的媳妇儿可不是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狂剑宗的首席大师兄把我从灵宠铺子里买走时，我就认出他是我前世的夫君苏西。这该死的孽缘啊！我当时就极力抗拒，抓他、挠他、咬他，绝不跟他走。可他却任由我在他怀里闹，嘴角微勾，身躯还微不可察地轻颤了一下，居然爽了。我很了解他爽的样子。前世他找我纠缠，从来不管白天黑夜，连我吃饭他都要一口一口的喂，好病态的。这一世更夸张，连猫都不放过。我立即收起爪子，吓得一动不动。妈耶！他抱我回狂剑宗后，把我圈在山头上，丢了一群灵鼠给我。我看着那些红着眼、油光发亮的家伙，又吓得一动不敢动。我还是幼猫，只有巴掌大。这些灵鼠大概是竹鼠的近亲，有兔子那么肥壮。到底谁吃谁啊？苏西却没意识到自己有多离谱，揉揉我的头，清冷的声音在我脑门上响起。我在山上放了1000多只，想吃自己抓，不要打扰我修炼。随后把我关在屋子外面，自己练功去了。我疯狂挠门，喵！不要把我一个猫丢在外面啊！可挠门无效，那些灵鼠还朝着我聚拢过来。看着虎视眈眈的灵鼠，我腿都麻了。谁家好人给没断奶的小猫喂大老鼠的？零售铺的老板平时都给我喝甜甜的灵乳。呜呜呜！于是狂剑宗落霞山上就出现一只小灵猫被一群灵鼠撵着跑的画面，而且整个山头就山顶一间屋子，他不让我进，还在半山腰设结界，防止我和鼠鼠们逃出去。若不是苏西的小师弟陆长风路过，顺手救起被鼠鼠围堵在树杈上的我命休矣。我趴在陆长风怀里瑟瑟发抖，他的手轻轻抚摸我的脊背，安抚我，让我每个毛孔都爽爽的，还给我喂小鱼干。我好想跟他走，谁要和苏西那狼人过啊？可怜的小猫咪，做大师兄的灵宠，你可真是倒霉透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在他怀里抱着小鱼干，哼哼唧唧，好人，你就收留我吧，我要跟你走。可陆长风却抱着我掠去山顶，抬手敲了敲小屋的门。大师兄在吗？苏西冷着脸打开门，看见我在陆长风怀里，皱了皱眉，把我提溜回去。不要啊！我拼命朝陆长风划拉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。救救猫吧！陆长风对我露出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，但他留下了一包小鱼干。师兄，这猫还小，吃不了灵鼠，你给它先喂灵乳和小鱼干试一试。苏西冷冷扫了他一眼，用得着你教？陆长风摸了摸鼻子，留下小鱼干走了。我瞧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眼泪流下来。呜呜呜，这么喜欢他？苏西冷着脸问我，我点头如捣蒜，心里想着，好人，快把我送给他。他却看着陆长风的背影，冷哼一声，他没有我强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这跟强不强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好好活下去，跟着你，我一天都活不了。苏西抱着我的手微微一僵，忽然垂下眼睫，叹息了一声。你翻白眼的样子和他好像，也和他一样不喜欢我。他……我一愣，他是谁？其实在地府时，我偷偷倒掉了孟婆汤，但他那一碗我是看着他喝完的，所以他口中的他一定不是我。他这一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挺好的。我缩在他怀里，心情忽然有一些低落，大概是被他感染了吧。他抱着我走到窗边，将我和小鱼干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然后就坐在我身边，静静地看着窗外，神情非常落寞，渐渐红了眼眶，可见他对他用情很深。许久之后，他低低叹息，你和他一样，是个没心肝的。
我对你们不好吗？都想尽法子要甩掉我。喵，那个他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我会想逃，你难道就不应该反思一下吗？我还是一只没断奶的幼猫，幼猫啊！刚刚要不是陆长风来得及时，我都要被老鼠给吃了。还有前世，要不是他日复一日的疯狂索取，把黑眼圈都向我脸上了，我林若雪怎会宁可头畜生道，也要摆脱他？他还委屈上了。这之后，苏西似乎也意识到现在的我确实不是那群灵鼠的对手，把灵鼠都收了。我乐得在山头上四处撒野，饿了就找他要小鱼干，想方便就找个地方挖洞。灵猫身体轻盈，无论是上树掏鸟蛋，还是下河摸鱼，都十分轻巧灵便。我玩着玩着，转眼就到了冬天。凡人冬天靠烤火，修士冬天靠硬扛。我扛不住。我想不通猫为什么会这么怕冷，明明浑身都是毛，但就是冻得直哆嗦。我怕自己冻成冰棍，只好赖在苏西怀里不出来，晚上也要贴在她胸口睡。有一回夜里，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她在轻轻抚摸我的脊背，果然很像，怕冷要贴着睡。要是她该多好。而这一晚，我莫名其妙地梦到前世，她和我这样那样的场景，梦里的我还长着猫尾巴。次日醒来时，梦里的场景依旧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老脸一红，羞得把头埋进肚子里，四只小爪子蜷缩着。天，我怎么会梦到这种事？梦里，我勾着他的脖子，作，不能想了，真的不能想了。我是最纯情的小猫咪。甩了甩脑袋，把满脑子废料甩出去后，从被子里探出头去。屋里没人。很好，苏西已经早起去屋外练功了。修真分为做功和硬功，做功就是修灵气，硬功就是武术招式。他每天早上都会早起在屋外练硬功。我溜下床，跳到窗台上，透过纱窗看着在风雪中翩若惊鸿的男人。不得不承认，修仙的苏西比前世文弱书生的苏西更迷人了。他的长相很冷峻，腰细腿长，精瘦的，看起来就很有力的那种。前世的他书读得特别好，是我们县里最年轻的举人老爷。我年轻时特吃他的颜，和县里其他姑娘一样，夜夜梦到他，没有一个梦是干净的。后来得知我爹和他爹有救，我们还有娃娃亲，我是激动的一宿没睡着，连以后生几个崽子，取什么名字都想好了。我及笄时，他提着一对大雁上门提亲，我趴在窗口偷看他，却被他无意瞧见，羞得我又一晚上没睡着。次日，我顶着一双熊猫眼吃早膳时，被娘亲狠狠唾弃。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儿，丢死人了！女孩子家家的要矜持，否则被人看清了去，有你好哭的。我一想也是，可不能让心上人瞧不起。从那以后，便端起高冷饭，逼着自己做一个淡淡的女子。婚后，我绝不主动撩他，哪怕心里都想疯了，也憋着等他忍不住扑倒我。我今儿怎么了？净想这些面红耳赤的事儿，要命！好后悔没喝那碗孟婆汤。苏西收工回屋，见我醒了，便用灵力给我热了一碗羚羊乳，还有2条手臂长的西海玲珑虾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好香，当即从窗台上一跃而下，准确地落在奶盆前，埋头喝奶。苏西摸了摸我的头，轻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喂你的最后一顿，我喝奶的动作一顿。”什么意思？这就养腻了，要把我扔了？太突然了，我都准备好好做他的猫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灵宠修炼手册和一个储物袋，丢在我眼前，并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模样。灵乳和鱼虾都在储物袋里，你如果想吃，就先修出灵气，否则这袋子你打不开。当然，你也不用怕饿死，上回那些灵鼠我又放到山上了，你可以自己去抓。我惊呆了，嘛意思？他这是嫌我太弱，配不上他狂剑宗首席大师兄的身份，所以要逼我成才。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？因为前几日陆长风来找他讨教修行上的问题时，顺口夸了我一句可爱。苏西就冷冷地说，他一直想把我养成战斗型的猛兽，以后不许夸我可爱了，免得越长越歪。当时陆长风惊呆了，
一脸怜悯地看着我。师兄，这只灵猫血统混杂，资质奇差，养来逗去挺好，你上心就输。哎，陆长风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苏西一脚踹飞出去，像一颗流星消失在天际。苏西收回长腿，一脸厌弃，事在人为，别教坏我的猫。呵，战斗型的猛兽，他做梦去吧。我只想做一只没用的小灵猫，等死了重新回地府投个好胎。修仙这么苦的事，谁爱干谁干，反正我不干。可是熬到下午我就怂了，打不开储物袋，也不想吃灵薯。无奈之下，我翻开那本灵宠修炼手册，完蛋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他也没教过我认字呀。所以苏西这个渣渣其实只给我留了一条路，就是和那群灵鼠大战300回合，毁灭吧。我合上灵宠修炼手册，喵，要不我重新给自己找个主人吧，喵。在他手里总觉得活不长啊。下午苏西不在家，他去做师门任务了。我想趁机溜走，去找一个温柔善良的新主人。打开窗户跳出去，4只小爪子落在雪地上，冰凉的触感冻得我一哆嗦。这么冷的天，可真不适合猫出门啊。要不改日吧。就在我打退堂鼓时，天边一名穿着鹅黄仙女裙的女子驾驭飞剑落在小屋门前，抬手轻轻敲门。苏师兄在吗？我是柳潇潇，是刘浅浅的妹妹，想找你商量你婚约的事儿。你知道的，姐姐已有心上人，不愿与你成为道侣，所以我们2家的婚约由我来完成。读。他敲了好一会儿，才发现屋子里并没有人，不止屋里没有人，整个山头上也没有人。难道是出去做任务了？喵！我歪着脑袋打量她，这姑娘挺漂亮的，白嫩的鹅蛋脸，眼睛清亮，眼尾上扬，很典型的丹凤眼。苏西吃得怪好的嘞。我心头爬上密密麻麻的酸楚，随即我呼了自己一巴掌。酸什么酸？自找的。要真想和苏西再续前缘，就不该改头畜生道。眼下酸个什么劲，怪下作的。算了，走吧。我垂下头，迈开脚步，朝半山腰跑去。笼罩在半山腰的结界有一个小缺口，我早就发现了。只是前些日子确实过得挺舒畅，有吃有喝有住有人侍候，日子别提多美了，何苦逃出去做流浪猫？不过今日我可能要先做一段时间的流浪猫了，毕竟下一个主人我一定要精挑细选。扑哧扑哧，脚踩在雪地里的声音脆脆的。咦，猫！我的脚步声引来了柳潇潇的注意，她飘过来盯着我看了一瞬，紧接着我尾巴一痛，她居然揪着我的尾巴把我拎了起来。我下意识地在半空中扑腾。喵！怎么有人这么抓猫的？有病吧？柳潇潇冷眼看着我，这就是苏师兄领回来的那只小猫，还是只母的？就这破资质也配待在苏师兄身边？哼，不过这一身洁白的皮毛不错。皮毛？我去，他想干什么？嘶，尾巴根好疼。呜呜呜！柳潇潇把我按在地上，锋利的指甲从我的头皮刺入，钻心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惨叫。喵！谁来救救猫啊？我发誓，只要是救了我，我一定给他当牛做马。听说活泼的皮更有弹性，这猫皮毛看着极为柔软，正好可以做一副手套，可不能剥破了。柳潇潇小心地揭开我的头皮，我疼得快死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剑光闪过，柳潇潇的手猛地缩了回去。谁？他怒喝一声。苏西居然去而复返，冷冷地看着柳潇潇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放开他！他的声音冰冷，仿佛能掉冰碴子。柳潇潇一见是苏西，立刻把我丢在脚边，笑盈盈地望着他。苏师兄，我是柳家的柳潇潇，代替我姐跟你履行婚约的。以后我们就是道侣了，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吗？他撅了撅嘴，一副娇俏的模样。苏西气笑了，你们柳家人的脸皮果然是一贯的厚。话罢，抬手玉器成剑，嗖的一下就朝柳潇潇的心口刺去。柳潇潇一惊，下意识的闪躲，却还是被那剑削去了一只手。啊！
苏师兄未免太不近人情，区区一只低等灵猫，我就是杀了又能怎么样？比这资质好漂亮的，我可以赔你100只，你居然为了一只猫伤我！他抱着断臂，凄苦地看着苏西，仿佛在看一个负心汉。苏西冷眼看着他，嗤笑一声，转告你们柳家家主，婚约无效，我们两家从此一刀两断，互不相干。你伤了我的猫，我断你一只手，便宜你了，收起你的脏心思，滚！你……柳潇潇委屈得要命，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把长老们都叫过来，让他们瞧瞧你有多么的冷血无情。苏西冷哼了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柳潇潇面前，一掌将他狠狠拍飞出去，轰的一声砸在对面山头的石头堆里。而后他蹲下来，小心将我抱起，低声叹息，怪我结界只弄了一半，没把头顶封上，让他有机会进来。说着就把手附在我的头顶上，一股清凉的气息将我头顶的皮肤覆盖，瞬间就没那么疼了。我窝在他怀里，委屈地吸了吸鼻子，呜呜呜，疼死老娘了！柳潇潇这个名字我记住了，我发誓从今起要好好修炼，以后见到他见一次打一次，好猫报仇，10年不晚。还有苏西，如果不是他拈花惹草，我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？他喵的，老娘要在床榻上玩死他！次日，我瞧着镜子里面完好的头皮，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修真的好。1刻钟，那么重的伤，短短1刻钟就用法术修好了，过程一点都不疼。天哪，我如果再不好好努力修炼，对得起老天赏我的这一份好机缘吗？修，必须修。字不认识没关系，我叼着灵宠修炼手册，吧唧吧唧地跑到苏西跟前，艰难地用猫的声带去发音，喵喵喵，总不能别的灵兽一出生就会识字吧？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资质有多么低下，因为真正有血统的灵兽是有天赋传承的，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会用天赋技能。我知道后妒忌得恨不得撕了老天，这些是后话了。苏西发觉我想识字，当即夸我孺子可教也。这之后的1个月，他连宗门任务都不去接了，一心一意地在山头上教我识字，我也因此慢慢地有了一些感悟。在学会认字了1个月之后，修出了第1缕灵气，可以使用储物袋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小小的金色铃铛。铃铛其实是假象，它真正的作用是储物，里面装了满满的食物，足够我吃好几年那种。最厉害的是丢进去的食物经久不坏，拿出来时还是原来那么新鲜。修真真的妙呀！说什么不羡鸳鸯不羡仙，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修过仙。这事儿会上瘾。自从学会了修炼，我就在屋子里找一个偏僻的角落窝着，没日没夜地吸收灵气，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。才短短半年，我便能熟练地运用各种低阶法术。可是我这样，苏西又不爽了。有一次趁我出来放风，急忙把我抓进怀里搂着，一脸的委屈。喵喵，你这样我好难过。我无语地看着他，我都这么拼命修炼了，他还难过，他还想让我多努力。你不陪我睡觉了，也不陪我聊天了。他可委屈了，眼眶里面水润润的，好像快哭了一样。好吧，看着怪可怜的。于是我就陪他睡了一晚，像以前一样窝在他胸口前睡。可问题是，夏天了，真的好热，我感觉自己快被热死了，梦里都在火焰山奔跑，怎么跑都跑不出去，惊得我浑身一哆嗦，猛地睁开双眼，入眼是男人紧实的腹部，8块腹肌轮廓分明，再往下的人鱼线。靠，更热了。我偷偷溜下床，跳上窗台，跳到窗外。山上的凉风呼呼袭来，吹拂着我每一根毛，根本不解热，我只好像狗一样吐着舌头，呼哧呼哧，勉强有了点凉意。夏日的夜里，到处蛙鸣虫叫，还有野猫的嗷嗷声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听到野猫的嗷嗷声时，我总感觉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特别是某个不能言说的位置。这一刻，我清醒又无比羞愤地意识到，我好像进入了灵猫这种生物的成熟期，要开始孕育后代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有一种冲动，我想冲下山，
去找那只嗷嗷叫的公猫。至于为什么能确定它是公猫，我也不知道。天，怎么办？我忍不住想要在地上打滚，把身体扭曲，蹬着后腿，把尾巴翘得高高的。我张开嘴叫了一声，嗷呜！艾玛，这恐怖凄厉又勾猫魂的声音是我的。果然，我叫了一声之后，山下的野猫叫得更慌了，起起伏伏，好像不止3、4只。忽然想起前世的一个传闻，据说母猫生一窝猫崽子会和不同的公猫交尾，一窝猫崽子的爹都不同，所以花色才会那么繁杂。我天，我4只小腿都发软了，我才1岁呀，怎么就这样了呢？我当初头畜生道是想避开种猪一样的苏西，可我忘了，繁衍后代是所有动物的本能，甚至动物比人更甚。而我作为灵宠的资质很低，所以我更接近普通的猫。我欲哭无泪地从往山腰的结界空隙里跑出去，跑到山腰下面一点点的山泉小溪里，把头以下的部分都浸泡在水里。冰凉的水淹没全身，让我焦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猫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，我真的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回头一看，却见水潭深处的阴影里，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，一只资质繁杂的灵猫。我，什么人啊？冒昧不冒昧啊？我资质差怎么了？喵喵喵喵，骂得极为难听。呵呵，有意思，你是觉得本君听不懂你的猫语？怎么有这么傻的小东西？阴影里的人慢慢地走出来，那是一个身着黑衣、红发及地的俊美男人。如果说苏西是清冷的月，那么他就是地狱里盛开的血色彼岸花。妖，还是一只能化形的大妖。我心里一咯噔，我多倒霉啊！来山上这么久，我就这么一次离开半山腰的结界，想来这里泡个澡，结果就遇上了这么个大家伙。他朝我走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想扑腾着往岸上跑，可我的腿像灌了铅，浑身因极度紧张而僵硬，害怕的根本跑不动。这好像是出于弱小动物的一种本能，我甚至本能的想在他面前伏趴下去，表示臣服。无需害怕，他轻手轻脚地将我捧起来，嘴边勾起一抹邪肆的笑。本君也是猫，只不过是山里的大猫，你可以唤本君为山君。随后他吸了吸鼻子，又低低地笑起来。哦，晴期到了，你不去找伴侣，却跑到这里来泡水，小东西看来已经开了灵智，而且道心坚定。咱们也是有些缘分，本君便赏你一份机缘吧。说着，抬起手指吹了一口气，手上便破了一道血口子。随后又在我身上吹了一口气，我只觉得背上一疼，紧接着他就把他破口的手指按压到我背上的伤口上。会有点疼，忍一忍。我以为只会是一点疼，但下一瞬就感觉自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狠狠击中，紧接着全身的毛孔像是失控的阀门一般，嫣红的鲜血开始往外渗，痛得我整个猫都在抽搐。大概过了1刻钟，山君才将手指收回，手指上的伤口已经愈合，光洁如玉，而我像一只死猫一样趴在水面的石头上，背上的伤口虽然也消失了，但我浑身的经脉却疼得仿佛要炸裂开来。他垂脸，目光凉凉地扫视我。你体内原本就有一丝白虎血脉，虽然极其微弱，但也确实是本君的后代。如今本君给你换了一身血，你如果熬得过去，便是逆天改命；熬不过去，便是灰飞烟灭，连去地府转生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去，这么狠的吗？我感觉到体内热血沸腾，这些血好像想要把我的身体撑开。完了，我好像熬不过去。本君走了，好自为之。说完，那人试了拂衣去，全然不顾我还在和他给血垂死抗争。呜呜呜，太可恨了！我又没想换血。我艰难地爬起来，忍着浑身的剧痛游到岸边，朝半山腰的结界破洞走去。可才走到半路，我便感觉自己不行了，4条腿重的抬都抬不起来。我喘着粗气，双眼充血地趴在地上，眼睛死死地望着山头方向。喵，苏西，你能听见吗？听见了就快来。我眼皮越来越重，前世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在我脑海中如走马灯一样掠过。上辈子
苏西没什么大志愿，当了个小官，每日有空就窝在家里和我琢磨人生大事。本来我以为我那一生应该是幸福顺遂的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嫁给苏西第3年，我爹被人连累要株连9族，包括我和苏西。苏西是陛下奶娘的儿子，奶娘位就陛下没了。本来陛下看在奶娘的面子上，打算放了苏西，可这个大笨蛋却说要和我同生共死，最后真在刑场上跟我死在了一起。只不过我是砍头死的，他是自尽在我身边。下了地府，我才在城隍爷口里知道，原来我以前是天上的小仙娥，后来得罪了一个大仙，被贬到6道轮回里，一定要受尽苦难，10世轮回，才能够过上普通富足的凡人日子。上一次才第8世，而跟我在一起的人注定会被连累不得好死。前8世都是如此。苏西比我晚一步见城隍爷，出来时追上我。若许原来我是10世善人，我可以提一个要求。我的要求是生生世世都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下辈子肯定还能在一起的。这个傻子，转世投胎时我说我害怕，让他先跳。他当时愣了一下，但在我的注视下还是先跳了下去。而我咬咬牙跳进了畜生道。我不想连累身边的亲人了，更不想连累他。至于动物，早点解脱，早点投胎吗？挺好的。可我没有想到半路会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跟我换血，还说我熬不过去就会灰飞烟灭。喵！我无力地趴在半山腰上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我好想再见一见我的大笨蛋呀！我明明好喜欢他的。灰飞烟灭的话，是不是代表着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？意识渐渐迷离时，我看到了一双白色的靴子停在我面前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苏西轻抚着我高耸的肚子，笑着像个傻子。若许如果是男孩，以后我就带他仗剑走天涯；如果是女孩，我就陪他学绣花。可紧接着官兵就冲入了我们的家门，鲜血洒满了刑场。我突然惊醒，双手撑着床板坐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身边忽然传来东西被撞翻的声音，转眼看去，只见胡子拉碴、不修边幅的苏西匆忙地从床边站起来，痴痴地看着我。布满红血丝的眼里是惊喜，是恐慌，是委屈，是不知所措。他旁边是刚刚不小心打翻的茶几。我惊愕地看着他，在他眼里看见了一个影子。咦！我惊讶地捂住嘴，我说人话了。紧接着低头看自己，入眼是一双白皙的人手。我急忙掀开被子，我竟然有了人的身体。我难道重生了？不对。转眼打量四周，是在狂剑宗落霞峰上那个小屋子里。我没死，我居然熬过来了，还化出了人身。抬头看向苏西，却见他已收拢神色，沉下脸，丢了一套女子衣服给我，便转身出了屋子，轻轻地合上门。我一愣，这才意识到不对，难怪我会觉得身上凉凉的，原来我没穿衣服。天哪，苏西会怎么想我？我急忙把她丢给我的衣服穿上，是一套很漂亮的粉紫色裙子，是我前世最喜欢的颜色。衣服的料子非常柔软轻薄，暗藏着很多法阵。我是个不识货的，但也知道这是一件法衣。只要是法衣，就都很贵。苏西对自己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方啊，哪怕我眼下是一只猫。不过，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和以前不同了，体内的灵力好像要满出来一般，很充盈的感觉。我下意识地默念水晶口诀，以前练了100遍都弄不出来的水晶，瞬间出现在眼前。镜子里是一张明媚如春的脸，和我前世的模样一般无二，甚至皮肤更细腻白皙，看起来吹弹可破，腰肢好像也更细更软了，可能是因为我今生是一只猫吧。随即我想起苏西离开时的模样，我心里一咯噔。他以前说过，我的模样完全就长在了他的心口上，说无论何时见到我，都会忍不住动心的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先是一甜，紧接着便是一阵空落落的。看来我该走了，不是我太过自信，而是瓜田李下。城隍爷说过，我的处罚还有2世，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不得好死。苏西这辈子多好啊，狂剑宗的大师兄呢，又厉害又威风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仙。
我不该连累他。我打开屋门，却见他就站在门外，沉静的目光定定看着我，喉结动了一下，好似有千言万语，却又不知该说什么。我便先开口：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，我该走了。他微微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极浅的自嘲，没有过多的废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好。苏西撤了结界，便回屋修炼了，冷漠得像从来不认识我。我那句告辞卡在了喉咙里，落得心口生疼，有点委屈。但我没有委屈的道理。他好吃好喝的养我这么久，我一修出人形就要走，他都没跟我要伙食费。忘恩负义的人是我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从怀里掏出他之前给我的修炼手册，翻开里面御空飞行那一段，当场学起来。换了一身上古白虎的血脉之后，就是不一样。这种人族修士需要筑基期才能使用的法术，我现在一遍就学会了。不过听说灵兽和妖兽能化形，一定是修炼到了化神期。难道我现在那么厉害了？我御风飞出落霞山时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忽然想起前世苏西说的，有我的地方就是家。我当时也是那么觉得的，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。前世的父母，我在地府就和他们拜别了，因为城隍爷说过，我们缘分已尽。唯有苏西这个傻货，有时是功德，非要求城隍爷让他和我再续前缘。唉，我苦笑了一声，在半空一转，随意选了一个方向飞了出去。我对这个世界不熟，飞到哪算哪吧。因为我逼自己不要回头，所以没有看到我离开的那一瞬间，落霞山上小木屋的门忽然被拉开。苏西红着眼冲出来，定定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着，青筋暴起。我在距离狂剑宗100里外的一个修真小镇里，用打猎换来的银子开了一家酒楼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离苏西近一点。我开店之前就观察过了，狂剑宗的弟子时常来这里休闲。是的，休闲。山上修炼的密度很大，修士们也需要放松。100多年，弹指间过去。这100年里，我除了开酒楼，就是穿上夜行衣偷偷去揍柳潇潇。谁让我一直没遇上他呢？所以我只能找上门去揍了，每次都剥他一层头皮。后来听说他因为常常遇鬼道心受损，走火入魔了。我在酒楼里迎来送往，偶尔会看见陆长风带着几名弟子来喝酒，有时他也一个人来。也是从他和他的那些弟子口中得知，他的大师兄苏西的修为停留在大成7多年，已经1000多岁，再不飞升，寿元就快用完了，真够老的。老板娘，来一壶汾酒。好嘞。陆长风又来了，不过他不认得我，毕竟他只看过我做猫的样子。我端着一壶汾酒和一碟兰花豆送过去，却发现今儿不止他一个人来，在他那一桌上还坐着一位白衣白发的谪仙人。那人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回头看向我，我脚下一顿，竟然是苏西。他怎么头发白了？我不动声色地把汾酒和兰花豆放在酒桌上，转脸问陆长风：送你一碟兰花豆，还要点什么菜吗？陆长风看向苏西，讨好地笑着：大师兄想吃点什么？虽然我知道你不爱吃凡物，可这老板娘的手艺极好。红烧排骨、糖醋鱼。苏西一口气点了10道菜。本以为苏西早已习惯风餐露宿的陆长风下巴都惊掉下来了。师兄，你吃得完吗？我打包回去，给小咪吃。哦，猪咪啊，那确实是个小馋猫，可惜了它没以前那只喵喵可爱漂亮。可资质好太多了，已经在宗门里横着走了。苏西没理他，从怀里掏出一枚晶莹剔透的上品灵石递给我。够吗？我摆摆手。太多了，你点的那些1块下品灵石就够，你这块上品灵石都够在我这里吃1年了。那就吃1年。啊！我一脸错愕。陆长风却笑嘻嘻地说：收下吧，他家那只猪咪很能吃，他对他可好了，当媳妇养着一样，以后化形了，说不定就是我嫂子。陆长风的嘴在苏西的冷漠瞪视下匆匆闭上。他有新猫了呀！我心里涩涩地接过苏西手里的上品灵石，明明已经很小心地避开他的手指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点。可就是那一点，一瞬的轻触，便像一道细密的电流，
从指尖爬上我的心头。我吓得急忙缩回手，退到后厨，埋头处理食材。其他厨师和打下手的婆子想要帮忙，被我拒绝了。如今的我修为很高，又有法术在手，同时清洗所有配菜，同时炒10个菜，属实简单。只用了1刻钟，我就把所有的菜做好，打包好放到储物袋里，朝9楼大堂走去。半道却听见陆长风压低声音说：“师兄，100年前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你怎会忽然失去大半的修为？如今你虽修回大成期，但距离巅峰还远得很，你剩下的寿元不多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过是老死而已，比起凡人，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，够了。”苏西的声音冷冷淡淡，仿若在讨论别人的生死。陆长风叹了一口气：“云瑶拍卖行那里听说有极品续命丹卖，这些年我攒了不少灵石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苏西摇了摇头：“别费心了，我道心已崩，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。”陆长风错愕，眼里满是悲伤：“怎么会？已经没意义了。”我默默走过去，把储物袋递给苏西：“1个月的菜都装在里面，你每个月过来领一次。至于这个储物袋，是物归原主。”1个月1次啊？苏西有些失望地接过储物袋，轻抚上面的花纹。这只储物袋就是当初他给我装灵乳和小鱼干的。我有些局促：“食材不够，下次我多买点，给你把1年的都做好。”他一愣，垂下脸摇摇头：“不用，1个月1次就可以。”陆长风古怪地看着我们：“你们之前认识？”我勾了勾嘴角，本想告诉他我就是曾经被他从灵鼠堆里救起来的小猫，但苏西却先开了口：“见过的，一个过客而已。”过客？我想说的话便又吞回了肚子里。他们喝完酒就走了。我找机会询问店里的其他修士关于续命丹的事，得知这东西是一个天价，我根本买不起。不过有一人却说，黑水镇秘境100年开启1次，以前的确出过续命丹。不过这个秘境很危险，因为很多修士为增加寿元，对续命丹趋之若鹜，杀人夺宝不在话下。半个月后，黑水镇秘境的深处，浑身是伤的我，剖出被黑龙吞进肚子里的续命丹后，变回小白猫的原形，一瘸一拐地朝秘境外跑去。明明身上疼得要命，心里却琢磨着要用什么借口把这续命丹送给苏西。可就在跑出秘境的那一瞬间，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将我牢牢地捆住。这张网特别诡异，我被罩住之后，身上的灵力好像忽然之间就被压制住了，完全无法运转。3个罩在黑袍里的黑衣人将我团团围住。抓住了！你们看，是不是上古白虎的血脉？还真的是，太好了！这张捆仙网是我出的，所以骨头归我，我要拿回去炼气。那血肉归我，之前在秘境里是我一直在暗处，将他引到了实力强大的黑龙面前。若不是他跟黑龙打得2败俱伤，以他的实力和速度，我们根本抓不到。是我的秘宝发觉他有白虎血脉，把他引来黑水镇的，我要一条尾巴不过分吧？最后这个声音我认识，就是经常在我酒楼里喝酒的修士，那日我就是向他打探的消息。靠，中计了！为了摆脱困境，我咬咬牙，燃烧本源，在他们的合围之下突破出来，并一爪子掏了他们的心。可这却惹了大祸。这3个人刚断气，他们身上就自动飘起一个传讯令牌，嗖的一下飞向天际，本就受伤极重的我根本拦不住。随后无数道气息从4面8方扑来。是谁胆敢杀我徒儿？我的乖徒！是谁搞死了我的乖徒？居然有人敢杀我狂剑宗的人，活着不耐烦了。我撒腿就跑，紧接着10几个人陆陆续续地将我围住了。就是你这畜生！一名须发皆白的老道士目光冰冷地看着我。我恶狠狠地瞪回去，是他们要先杀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反杀他们？老道士冷笑，因为你只是一头畜生，怎能跟我徒儿相提并论？孽畜受死吧！老道士修为极高，抬手轻轻一挥，我就被扇出去，砸在了一块大石上，浑身的骨头好似碎了一般，胸口闷疼的厉害。我忍不住哇的一口血吐了出来，我跌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老道士拔出长剑，手指一指，那把长剑就无比听话的迅速朝我射来。
我此时已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闭上眼等死。就在最后一刹那，我听到扑哧一声，是长剑入体的声音。我睁开眼，又一个人挡在了我身前，用他的血肉之躯为我挡住了那致命一剑。苏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身为我们宗门首席弟子，怎么会维护这么一只凶恶的猫妖？他杀了你3个师弟呀！苏西摇摇头，雪白的长发拖在地上，已被鲜血染红了大半。他不是恶妖，肯定是师弟有错在先。那又如何？那只是一只畜生，怎能跟你师弟相提并论？让开，不然我连你一起杀。他却拦在我的身前，始终一动不动。我用不着你护。我艰难地爬到他面前，从怀里摸出一个盒子扔给他。你我非亲非故，我无需你救，这盒子里的东西就当你替我挡了一剑的报酬，滚吧。我不想跟你死在一起。他接住盒子，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勾了勾嘴角，轻声说：东西我收了，那便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会护着你的。这个傻货！我呆呆地看着他，那一剑贯穿了他的胸口，哪怕他修为再高，也是伤了根本了，都这样了还要护我，他是不是脑子有坑？那你们俩就一起去死，给我的徒儿赔命。我杀的那3个人都是狂剑宗宗门长老的徒弟，而苏西的师傅早已飞升失败，重入轮回了，所以就算把苏西杀了，也没有人会蹦出来为他出头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苏西居然这么强。他们10几个打他一个，依旧2败俱伤。其中一个长老目光一转，一个瞬移到我身边，掐住我的脖子。苏西分神看我，瞬间被10几把飞剑贯穿了身体。若雪，他看着我，身体慢慢倒了下去。苏西，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，没有意义了，心痛的无法呼吸，浑身的血液奔涌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恨意在我心底升起。小心，他要自爆！长老丢了我，立刻后撤，我跌在苏西身旁。他的气息已经微弱的快察觉不到。苏西，我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，他的眼睛已经失去焦距，但嘴边竟还挂着一丝浅笑。你怎么那么傻？我这样的人不值得啊！我痛苦地仰天长啸，刹那间身体扭曲变形，骨骼咯咯作响，肌肉疯狂生长，原本柔顺的毛发根根竖起，化作如雪般洁白的虎纹。他不是自爆，他入魔了，快跑！我低头冷笑，随即化成人形出现在其中一位长老的背后，在他耳边轻轻地叹息。来不及了！长老心口一痛，低头便发现自己的胸口多了一个大洞，而他的心脏已经被我捏爆了。呵呵，下一个！我如闪电一样冲出去，很快，刚才来为徒弟报仇的长老和狂剑宗弟子被我杀得一个不剩。陆长风抱着一只肥硕的白猫找来时，看到我浑身浴血地站在满地的尸体里，顿时眼孔巨震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看着满地长老和苏西的尸体，膝盖一软跪在地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他怀里的白猫却优雅地跳出来，化作一头巨大的吊睛白虎，路过我时赏了我一个冷冷的眼神。废物！随后扭着慢悠悠地走到苏西身前，伸出爪子按在他的额头上，一阵蓝光从白虎身上发出来，慢慢流向苏西。而这时我的身体也到了极限，砰的一声倒在地上，渐渐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再度醒来，我躺在一片森林里，在我身边还躺着一头巨大的白虎，恰是失去意识前见到的那一只。他将我坐起来，摇身一变化成那晚红发红眼的男人，是那个非要给我写的山君。醒了，我木木地看着他，有点想不通，他的人形和原形的颜色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。随后我脑中划过苏西倒下时的画面，一瞬间心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，钝痛从胸口蔓延至全身。我捂住脸，泪水从指缝间流落下。我又害了他。呵，哭什么？有本君一身血，还修人类的法术，你就该。你要是早点改修魔道，哪里还有他们嚣张的份？什么正义，什么妖魔，都是他们人族给定义的，其实就是不同的修炼体系而已。山君冷冷斥责我，被我的哭声搞得很烦躁。别哭了，本君护住了他的心脉，死不了。
要不是看在他当初为了救你，损去一半身修为，本君才不会留在他身边，等着给他续命。而后，他指了指森林深处的一个山洞，我急忙跑进去，却见那人躺在床上，浑身包得跟粽子似的。听到动静，他慢慢转过脸来，看着我，微微勾起嘴角。若雪，我扑到床边，哇的一声，哭得停都停不下来。你怎么那么傻啊？赶都赶不走，跟苍蝇似的。他看着我抿了抿嘴，本来抬起来想摸我脸的手忽然僵住，默默地收回去。那我以后离你远远的，你别哭了，等我好一点，我就走。我看着他失落躲闪的双眼，忽然心口一疼。你也没有喝孟婆汤？他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对我露出一抹苦笑。我只是不想下辈子认错人，但没想到你其实早厌烦了我，宁可改投畜生道，也要摆脱我。你放心，你现在有人护着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愣了愣，所以他以前口口声声的媳妇儿是前世的我。他说以后不缠着我了，我本来应该觉得高兴的，可他眼中的绝望却让我觉得，我如果再推开他，他便也活不下去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厌烦你，我只是……他淡淡看着我，一副我说什么他都相信，其实心里压根不信的模样。唉，算了，我扑进他怀里，在他错愕的眼神中吻住他。他试图推开我，但紧接着便忍不住沦陷，这种事他一向拒绝不了。后来，我把我十世天煞孤星的命同他说了，他还是那一副我说什么他都信，其实心里压根不信的模样。也是，他已经被我丢了太多次了。没关系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至于这一世，我们最后会怎么死，谁知道呢？谁在乎呢？如果真心相爱，结局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